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恭祝大家初五迎财神啊！那就是我们的新年快乐。虽然明天才是立春，不过呢，今天呢也算是给大家拜个年了。那明天立春啊，记得哈，那个在的时间之后啊，各位要记得把我们那个自煞符啊，好再贴在我们正确的地方。那有人来问老师啊，其实这算是很聪慧啊，因为老师有说南方要贴，有人说哎，南方不是三煞方，为什么要贴呢？不是应该贴东方吗？对，没有错啊，东方可贴。那个东北方可贴，南方为什么还要贴呢？中央当然要贴，中央是病符方嘛。那老师说南方要贴呢，南方贴不贴呢？其实是可以选择。那老师特别提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来啊，由建理老师他所发展出来的灵露啊，它是可以活耀我们整体的气场，还有是说给它一些正面的能量。而我们南方啊，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是我们的一个偏财方，偏财它挣的钱的幅度啊，是比正财来的多的。所以是说啊，那老师说贴个南方，那让这个零度啊来给大家去做一个能量场的一个激发。但是呢，这提醒你要贴啊，那但是你可以不贴没有关系，因为它本身就很吉利的。那东方那你要贴也可以啊，毕竟路嘛，你生在东方也是可以，三上方那边也是可以的。那最早是东北方跟中宫，就是房子的中央啊，这是建议是贴的，因为五黄方啊是比上方更加的强烈。那中宫又是我们的病符方啊，所以是说呢，当然是希望啊，我们都能够今年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特色，好吗？大家新年快乐哈！明天就是立春了，就正正当当的就是我们的岁次乙巳年了哈。好，那这个在这次的我们的这次的国运签啊，台湾有抽出了很多国运签。那呢，我们最主要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谈一下我们在国运圈里面啊比较有名的，在台湾比较有名的是台南市的南鲲生代天府。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啊，他就抽出了国运签。那这个因为它是历代来讲抽国运签是比较多的庙宇啊，那我们当然先看它。它的国运签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它国运签里面写的是一重江水一重山，谁知此去路又难，任他改求终不过，是非终究未得安。那这个东西啊，其实大家看起来似乎是比较多一些挑战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台湾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可以算是国家吧，我们中华民国嘛，我们这个国家是没错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么小的一个国家，这么少的一个人口，2300万的人口，虽然说我们人虽少，但是我们也比了什么？也比纽西兰，中国就称为新西兰的人还要多了。我们地窄人稠嘛。但是呢，这个会对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差别啊？其实是有的地方哈。这根据我们后面所做的一些节目内容啊，其实台湾的状况啊，跟世界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台湾影响了世界，而是台湾身为什么？身为在世界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一个高科技产业，还有我们的人才，还有我们的很多的金流中心啊，其实在国际间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不多，但是还是有了。所以是说呢，台湾的国运不好，那也还会显示就是内外环境的不好，而不是只有台湾内部的不好。好，这个是各位要先去理解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签他们写的是一重江水一重山，谁知此去又路又难，任他改求终不过，是非终究未得安。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什么呢？对内政跟对外援的差别。因为你一重江水一重山，代表是我们翻山涉水要去想是说求得更好的一个生路。但是呢，谁知道呢？我们越做越困难，所以说谁知此去路又难我们下了山过了水之后，发现了前面道路也不是一个很平坦的大道，就像华容道一样。这遇到了很多艰难险阻在里面。所以说呢，任他改求终不过，就是说呢，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个大罢免嘛，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想做这些事情啊，你一直想说改变你现有的体制或者现有的一个模式啊，你是很难过的。所以说呢，你是非终究未得安，你一直在追求这些所谓的大罢免或者是你在做这一些内政的斗争啊，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然后这南鲲生，南鲲生它是一个王爷庙它是一个王爷庙。王爷庙是什么呢？这跟各位说明一下，王爷庙啊，它跟一般的福德正神或是关圣帝君妈祖，它还是有区别的。王爷庙比较偏向的是说属于地仙地仙就是地方势力地方势力比较多的，算是地方的望主所以它是一个王爷。说我们台湾很多王爷庙，但是在其他地方是比较没有这么多。那中国传统道教呢，侍奉天仙是比较多的，地仙的话就是城隍爷，还有我们的福德正神大天尊，还有我们的虎爷这是属于地仙类的，就是地上的人所转变自己成为一个神明的地位它是王爷庙。所以说呢，王爷庙它有个特色，就是它以地方以土地这一块范围之内为主，所以他讲的事情会比较偏向于在什么地方呢？在台湾境内的这事情会是比较多的，因为它是地方神嘛地方神比较有这样的特色。
那我们看到的这另外一个庙宇叫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大甲镇澜宫镇澜宫就我们侍奉就是妈祖天上圣母。那天上圣母这次我们当然还是由我们的那个什么消波块之王严清标抽出来的象征国运签它里面抽出来的是一个人口签，它的签诗内容是须知进退总须言，看看发案未必全，珠玉深藏还未变，心中淡然枉徒然，淡得枉徒然。那这个签当然，是比较没有这么理想的事情了。意思就是说呢，你进退维谷，你要往前跟往后都不是个可以选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须知进退总须言，就是你现在想发布的这些往前走的一些愿景，跟往后做保守的这些想法，其实你都没有一些根本在手上。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情你心中是没谱的，你想往前去尝试，或者往后去保守，保住你有的，或是往前去测试，你可以做出更多的，这些东西都是你无所本的。因为我们有所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拿到我们自己心中有多少的底气，有多少的能力，我们争取多大的事情。比如说有人如果投资老师来个20亿，我可不可以去盖一个什么化工厂？不行，对不对？没有能力，是不是？我去讲那么多的宏观，但是我没有能力开这个化工厂。那是不是也是没有用的？对，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呢，这进也不行，退也不行。那这个事情就在于这个现状，就是这个状况，因为整个世界它处于一个已经卡点的状况。所以说呢，它第二句就是看看发案未必全。所以说现在整个局势你不知道是往前还是往后，你现在看的东西是不够全面的，你没有办法去洞悉所有一切。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人我们个人抽到这个签的时候那就要去注意什么呢？我们要去注意就是说，我们自己所想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有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个人抽到的话了这是国运签嘛，老师顺便讲一下个人抽到这个签就是代表是说，你自己所想的这一片好好的这些所谓的建国方略，或是你的前面的擘画的蓝图基本上都在脑中显示一个封闭的环境。所以说呢，封闭环境里面呢，一切的路水都照着你的想法去做，所以它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世界上变数就是这么多，不是只有你要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你的固定这个环境不会变，别人也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所以说你现在想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因为你在封闭的环境里面给自己一个什么可能的结果，然后呢你就按照去发想，说出来的东西呢基本上就像哈利波特一样，都是一个封闭而且很完整的故事。但是放在现实上来看呢，这破绽百出，对不对？这是破绽百出的，对不对？哈利波特他还何必拿魔杖呢，对不对？你那个大魔王出来给他一枪，他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这简单的事情不要说你拿什么魔杖了，是不是？不用一枪过去，众生平等器，一下就给你平等了，就没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放在现实上面，他是不能够这么做的。所以说，珠玉深藏还未变，就是说呢，你本身自己的可以发展的空间呢，这个根源还在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好好发挥它，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拥有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自己公司发展的并不一定你是要往什么营销或什么地方做，而是在你的研发要变得特别强。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你本身还是有很值得珍惜的自我价值和自我珍惜的能力，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发掘它，所以说变成珠玉深藏还未变，它还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心中淡得枉徒然，就是呢，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它，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所以人最重要是什么？你要知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呢，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那知彼不知己，那也是一样，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优势，我在外面我又是一个幻想的空间，那么你当然就是一定是百战百败了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大甲镇澜宫它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进退总须言，就是说你现在想的事情是必须做的什么？必须做的是你有请到真正专业人士来辅助你或者是说以国家的角度来看呢，你必须大力的去发展什么四周的友好空间招商投资或者是你要去做好什么样的内部建设，欢迎别人来投资。比如说我们电力是不是可以让一些核电的能力可以继续的发电下去，让我们电价降低，让我们 AI 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成本来去做研发。不然我们现在的一些绿电我们光台电去跟别人买的价格一度是6块钱，6块钱台电是一定亏本的，对不对？我们自己发电就没有那么贵。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发电呢？因为我们核四没有商转，核四如果商转的话，就可以抵得过核1、核2、核3加起来的东西。那我们的电力是不是可以维持在一定的均价？
百姓的负担是不是可以降低？百姓负担降低，那台电营收增加，那你是不是其他的一些投资人也可以进来去做这些 AI 的研发？就变成我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我提供你很廉价的电力，那么你们都来投资，那创造就业机会，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像之前啊，好像在7、8年前吧。Google 本来要在台湾设置这个运算中心，当然运算中心它是吃电的，它就没有什么给台湾就业机会。但是其实它各自的你产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周边所能够发展的或是人才的培训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在于是说，我们的台湾目前呢，在从这两个事件来看呢，是比较是陷入在政治斗争里面还陷入在我们的发展啊，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里面啊。所以说呢，其他庙宇里面，当然因为他们上媒体嘛，他们是大庙，他们上的是大媒体，他们大概讲的会比较保守啊，这个都是中上签的哦，中等签的，我们好好努力就可以啊，当然是抚慰人心要讲的。老师一个过气的网红没差，我看到怎么讲什么我就讲了。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台湾的未来的整个经济发展啊，如果我们在年前，因为我们是在上一周嘛，上周在过年前、除夕前小年夜吧，好像老师就做直播跟各位讲，我们明年的我们这算是今年的整体的世界经济啊，会变得非常糟糕非常糟糕。那在之前总统大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美国大选的时候老师也说过，美国的这个经济环境啊，川普上台啊，是比那个谁啊，突然讲到那个谁，上个总统要选的是谁啊？金老师。上个美国总统那个女总统是谁啊？我突然断片了啊！不是什么希拉蕊，乱讲，他断片比我还严重。对不起，他断片比我还严重。哈里斯上台是美国直接完蛋啊！那个川普上来啊是倒一半啊，就是1年半载必定出事啊，不是1年就是半载，不是1年半以后啊，不是1年或1年半以后，是1年或半年以后，那美国就出大事。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说，现在整个美国的政策啊，基本上是往这个半年之后就要出大事的状况来迈进啊。但是半年不出事，那1年也会出事啊，这个其实毋庸置疑的事情。而我们看到整个局面上抽到这个国运签啊，其实包含了什么新港奉天宫，它里面讲的是欲去长江水阔茫，行舟把舟未遭风。住户用心在作福，看看雨水相逢。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它这个里面的诗签欲去长江水阔茫行舟把定未遭风，就是说呢，我没有我现在知道说我要往哪个方向去，但是呢，我这个船呢没有风。没有风，就是我没有遇到好的环境，我已经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要往哪里发展，但是我没有这个环境来帮助我往那边推啊。假设是说我要开车去哪里，但是我没有油，我导航都设定好了，但是我没有油，怎么办呢？就是未得风。所以说呢，户内用心在作福，看看雨水得相逢，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本地啊，我们先不要管远方的发展了，我们必须要把在我们现在目前所能够拥有的东西，所能够利用的一个价值，还有一些的筹码，我们重新整合一下。说户内用心在作福，就是我们要整合一下我们自己手中的资源，然后呢，看看雨水得相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现有资源里面去做有限的发挥，会比你要去日行万里或是扬帆千里会来得安稳啊。这个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国运签，意思就是呢。卖跨胸 J 啦，你看我自己就好了可能海外朋友听不太懂啊，就是看好你自己就好了，你不要看那些有的没的，这都是多的了，好吗？其他的呢，我们讲一个，其他还有4件，但是我们就不用讲太多了。我们讲一个新北市永联市因为其他大概都是蛮下签的了那永联市不一样永联市在除夕的时候抽出了这个12年的国运签它里面讲的是出入营谋大吉昌，无暇欲在时中长。如今幸得高人子，或保重新喜不长。那这个东西呢，当然还属于上签，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做事都很好你在10手里面藏了一个非常好的玉但是呢，你不知道怎么开采，所以说如今幸得高人子，那或保重新喜不长，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意境在这个我们知道永联寺它是一个很慈悲的寺庙如果你是说你遇到一些需要超度的那老师没有针对个人办的那你要做一些超度或是一些个人的法事其实你可以去咨询一下永联寺因为他们针对个人的是办得不错的老师呢是1年只办6次或7次都是办大众的，因为毕竟嘛，我跟他的规模不一样我也不喜欢做个人的做个人的个人的想法我就不多说。
那有联社这里面讲就是出入营谋大吉长，说你想做什么事，其实是很不错的，但是无暇欲在石中藏。这里面告诉你了，你自己想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了解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这跟我们之前所谈到的那个世界是很类似的，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筹码有什么。所以说它里面第二句讲到就是无暇欲在石中藏，就是这个完美的碧玉啊，它藏在石头里面，你没有办法发现它。所以说第三句就是如今幸得高人指，意思就是说必须要有人来告诉你你怎么用你自己，你必须虚心的接受改变跟反省跟我们的一些淬炼，那么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无暇欲。那但是呢，各位要去知道它最后一句获宝重新喜不长，长是一个很常见的长哦。那获宝重新喜不长，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得到了什么之后，你就可以独步天下了啊，你自己就没有办法去怎么样，没有办法去可以控制好你自己要去该做的事情跟不该做什么事情，你搞不清楚。所以说呢，这个签诗里面它上上签是没有错，但是呢，主要还是必须透过外力来改变，然后透过外力来改变，这个是比较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那在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在苗栗的玉清宫啊，它也是在大年初一抽到了代表国运签的是什么呢？它诗签内容是兼具贤主入七孝，南鸟孤飞依北朝，今日贵人曾世面，相逢却在夏秋交。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的国运签包含这个苗栗的玉清宫里面都讲了一句话。是什么呢？你自己的搞不清楚你自己状况，外面的你搞不清楚，你根本就是不知彼也不知己的状况。你要去跟我讲你要去干什么事情，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所以说你需要贵人承世面，就是贵人来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会比较好。你有没有海纳百川？你有没有虚心去接受人家的建议？或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更好的一些模式来征求的是什么？我们来去做货通天下，对不对？拿一个乔家大院的话，货通天下，是不是？那这个就很重要。你没有货通天下，你没有人才的无国界的一直不断的交流，你一直摆了意识形态，你一直摆了这些是敌我之分，是不是？那你这个事情你就干不好啊！这干不好的事情就是干不好，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多强，你强不了了，这个环境就不是可以让你强的地方。所以说从这个国运签里面其实台湾我们为什么说台湾很重要？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中段班的科技就是我们有台积电，我们很多的高科技厂包含封装测试或者一些化工厂都非常非常的优秀，真的是很优秀。AI 人才我相信也是可以层出不穷的，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安内，我们也没办法攘外，啥都做不到，我们没办法提供人才一个很好的一个着床的环境，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你说要说比中国好我们薪水给不了别人更好。你说它的环境好，我们的大学都是在世界排名100大以外。所以说我们没有很好的环境，我们对学术不够认真，我们对人才培育没有很上心，我们只会在那边做意识形态这遇到那个什么学运的时候就把他们拉出来。实际上呢，其他事情呢，你有没有给他们帮助呢？没有很多状况之下，包含我们要知道，我们台湾现在的各大专院校你在训练 AI 的时候都一律不准使用或是了解中国的 AI 发展状况，这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为什么？因为教育部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敌方。但是问题是，人家的科技就是比我们强，我们了解它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对不对？这个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会造成你的国家产生封闭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了，好吗？所以说这个我们整个虽然有7家庙宇都弄出来，但是其实大概的结论差不多，就是呢，你自己搞不清楚，你外面也搞不清楚，你就好好做好你自己，安稳一下民生，那是最好的，好吗？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国运签看看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我要回来看一下，不然的话到时候大家又在说我那个断掉了，然后没有讲。好了，来好，大家新年快乐贺锦丽对哈里斯贺锦丽对，突然断片了。那个过年的时候，我跟你讲，糖吃太多了，我觉得我明天开工，我去办公室要去健身房，我不敢站上那个体重机，我觉得我站上去我就会崩溃。我在2024年，我用半年的时间减了10公斤。不对，14公斤，是不是？14公斤呢也没有办法，那14公斤的钱，我会觉得我回来10公斤了。到大罢免了，国运圈有用，那我不管了，那个他有没有用，那是神的事情又不是我抽出来的，对不对？我负责解，我不负责抽，我也不负责去处理后面的事情，是吧？你觉得有用就有，你觉得没用就没用了，反正我的负责解，后面的事情交给那些天上人去处理，好吧？谁赢谁输不关我的事情我谁都不支持，好吧？别来跟我讲哪里了，好吗？
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来。那在这个路之后，我们一定要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现在美国的状况是很需要大家去担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现在还是遥遥领先在世界各国，虽然它的现状不好，但是它的底子很好啊。尤其也像国务圈讲的一样，美国底子非常非常的优秀啊，底子啦，不是说它现在状况如何，它自己的核心的一个它的人才库啊，是的确非常非常的厉害。它的整个那个学术的育成环境啊，也是比其他的地方来得好啊，这是事实，我们不需要去是说有什么意思要去比。美国的人才育成环境的确是，即使是比中国还要来的好上很多很多倍，这是确确实实的。不然为什么人才你要往美国去读博读研呢？因为他那边人才的培训跟你的开放程度，跟你给你的资金啊，它是非常给你很多的资源。就希望你能够成功，因为那边的学者，很多还是有良心，有没有没良心的也是有了啊。比如说呢，老师以前有个贵客啊，他去美国的那些大学上课啊，然后女生，那他的老师就跟他讲，你是不是来找美国人结婚的？这样可以得到绿卡啊。他直接问他学生讲，你是根本就是来找老公的，对不对？教授问学生这样子哦，还是有，王八蛋还是有，王八蛋天上都有，不是只有哪里都有。那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王八蛋啊，都一样的事情。那这个美国它本身的核心是很好的，但是呢，整体的环境是真的是有问题的啊。比如说呢，现在有人在说啊，川普第二任啊，就可能像那个续集电影啊，因为我们知道第一集是拍的不错，第二集啊，当然就是比较差一点啊。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可能他们的意识形态，那可能也是会有的。但是基本上的一些经济学者他是比较悲观哦，他会觉得是说你美国的未来发展是不大很理想的。比如说什么事情呢？啊，比如说川普在我们上周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他现在在大逮捕所有的一些移民啊，无论你有没有犯罪，我就是把你抓起来遣送回去，那就对了。比如厄瓜多尔啊、墨西哥啊，哦，都是这样。你不让我送回去，我就加你关税。所以说有人就说，第一次不让你来，第二次欢迎你送过来，不然你给我加关税，那我不是完蛋吗？就是说，老师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关税战呢，你对大国是没有作用的，你对小国那是切身之痛。所以说啊，那些小国家就立刻就退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抵抗美国这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经济第一流的国家，他们的任何的制裁措施，那是没有办法的。说对弱国来讲，美国根本就是一个泰山压顶，他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好或不好，当然有一些美国在地人说啊，的确把这些移民驱逐之后啊，他们的治安变好，有没有这可能？当然也是有这可能的，这是一定的，好不好？这是一定的。我们不要说各位说什么了，你可能在中国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在台湾啊，你可能是说你在回家路上看到很多的移工啊，在路边蹲着那边聊天，你会放心你的小孩一个人半夜从那边走过去吗？哦，就你可能会担心了，你也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对不对？那中国可能就比较没那么担心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第一个没有那么多的移工，第二个就是说它四周都有摄像头，你怎么样你都跑不掉，这个是有差别的地方。摄像头跟自由有没有关系啊？摄像头跟自由没有半点毛关系，好不好？我是平民老百姓，我巴不得全台湾所有各地方都有摄像头，除了我家厕所之外，还有我房间之外，好，只要我出门就有摄像头看着，那是最好的。好吗？对老百姓来讲，这不叫自由的戕害，这叫安全的保护。你只有想要作奸犯科的人，你才会想说有摄像头照我觉得不安心。为什么不安心？因为我随时随地做坏事啊，对不对？这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会验法者，你通常都是会违法者嘛，是不是？但是这个状况，这个既然有没有改善？有改善，但是问题就在于哪里呢？问题就在于是说，你这些移民移开之后啊，新移民想要移开之后，他们的所有的一些比较黑脏臭，好吧，这三大产业黑脏臭，就是你一些不干净的低下的这些工作就没有人去做了，对不对？像刷盘子，你就找一个合法的人，那他就不是说你包吃包住不给薪水也可以，对不对？现在很多的左先过去的华人太多了，说华人餐馆请的那些人，有些包吃包住，但是呢不给你薪水，还是有人要做，为什么？因为我要活下去嘛，啊，我要活下去，我就有吃有住，后面再说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完不成了，因为你把它移出去之后，那些黑脏臭的东西就没有人去做，没有人去做，可不可以到本地招来这些本地合法的劳工来去做这件事情呢？当然是可以的，本来也就应该那么做，但是他的薪水就是高，就是你本来刷盘子1200就可以了，1200给他3餐吃饭，还不给他住，可能还可以，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要请一个合法的、有工卡的、正式的美国的居民，那么你可能就得什么，一个月给他3000块哦，3000块美元。3000块美元跟1200、200块美元，你是不是差很多？当然差很多。那你的成本是不是垫高了？所以说，当黑脏臭它也要成本垫高状况之下，
很多东西当然就是从基层又开始不断涨价回去，那这个是一定会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上周就预测过，它一定会造成这样子的移工缺乏之后，你没有这些基础的劳工做事，你该怎么办？它的确可以做出来。而第二件事情就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很多学者大概上周这几个礼拜啊，其实我觉得这对川普有点不公平的地方哦。但是他们认为川普是没有心在国际事务上面。所以是说呢，他们的所有的外面的外交活动啊，可能会有一个寒天来的 Winter is coming， 就是凛冬将至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个事情是不是会达成呢？当然，川普在过去就是退群高手，说这一次他现在的退群，包含了他在退出了那个巴黎气候协定，所以他退群一定是正常的。那美国退群对美国有没有影响？本来就没有什么影响啊，因为他本来就不遵照国际事务，所以说呢，他在没有在国际事务上面，他一旦退出去的状况之下，你以后要加回去，可不可以加？那还是可以加，但在过程之中，那所有的国家，因为我们必须找一个团体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应该如何运作，也包含是说我有难是不是可以八方来援？因为联合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救穷嘛。联合国最大问题就是救穷嘛，对不对？就是简单，哪个地方过得不好，我们就协助他嘛，对不对？又病又穷的地方哈，那就要去帮助他。那联合国的还有这些国际事务组织重要的地方是在这里，而不是说大家发展的更好，而是呢，让大家不要有一个地方过得太差，有个地方过得太差，他们就可能产生造反，他们造反就可以影响到整个国际的供应链，或是你的这些交通的问题。所以说呢，联合国它最主要问题就是维持稳定，而不是为大家的发展而动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退群了，那大家要听谁的呢？听法国的吗？我不甘心。听德国的吗？你算老几？你自己的位置都没坐稳。听印度的吗？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你连常务国都不可能。听俄罗斯的吗？开什么玩笑？是不是？你还打仗了？那听中国的吗？我有钱有人，但是我不甘心。你凭什么你一个黄皮肤的人可以在国际上发号施令？但是会不会成为这个模式？就会成为这个模式，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因为真正可以画事的人他退群了，那你有能力又可以画事，而且我不但给得起钱，我还给得起人，我还给得起货，而且我还给得起技术。你要什么？你只要跟我唱的一样的歌，我就给你一样的东西。那这么好的合作方案，为什么不去做呢？对不对？那这个整个国际的局势啊，就慢慢倒向亚洲，因为中国的大策略就是全球南方，它不是只有中国独强啊，中国的一个王道思想啊，这是几千年来下来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不能只好其中一块，只好其中一块呢，那你可能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你在滋生了其他地方的叛乱或其他地方的不满，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以王道治天下，就是什么呢？我们讲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不能算成语啊，也算成语吧，叫做雨露均沾。你只要大家能够过得好，大家可以吃得饱，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运行的比较好。那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政治思维了这个就是帝王学之一嘛，这是蛮有趣的。那就是说美国一退群，后面进来当然就是中国。但是美国当然无一无是处嘛，当然也不是比如说什么呢？比如川普他一上台就觉得是说美国要保持科技的领先而不是只有造车领先，他也要科技的领先。这个想法也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只能说川普他的一个眼界还是比较广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他要投资5000亿美元去投资 AI， 让美国的 AI 永保领先。但永保领先这件事情首先做不到了，因为 DeepSeek 已经可以超越 OpenAI 了，所以说呢，他这5000亿要永保领先比较难，但是保持领先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是在于是说这5000亿的美元的资金从哪里来？一定不是，肯定不是钢锭、钻石锭，都不是从美国的联邦的资金里面去投资这5000亿美元，没有的。川普的构想是很美妙的，是什么呢？我这个钱我决定要投资，但是老子不出钱。老子不出钱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这些大商人来认捐，来捐个官吧，没有捐官了，开玩笑的，来乐捐比如说呢 OpenAI 他们就预计他可以投资的算一算有450亿美金。对不对？那其他人呢也在投资个200亿美金，不就600亿了吗？对不对？然后大大小小再投资起来，应该也有个1-2千亿。那请问这些讲出来的钱，你最后能不能到位，是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知道，美国它很多的科技厂都在期待的美国联邦政府去给他们补贴，无论是节税或是现金的补贴，他们都在等补贴。那你要他们拿钱出来投资这5000亿的叫做星际之门这个 AI 的大项目，他们怎么去做？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是说这个问题他们就想得很好，我就要5000亿，而且呢，我发展的地方是发在哪里呢？发展到这个川普的一个很喜欢的地方，叫做德州
在德克萨斯州啊那边来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研发中心。但是问题又出现了，钱是一件事情，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电，电不够。电不够也不是什么问题，火力发电烧上去就好了嘛。毕竟他们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产国嘛，那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火力发电你造成的气候暖化还有其他的问题又会出现又会出现。那怎么办？现在没有办法可以去解决电力的问题，因为德州整个电网还在上个世纪。还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二战之后所建立起的德州电网，而德州的电网还是私人企业，所以说呢，你用私人企业他们的发电量不稳定，而且你也没办法强制他们更新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让他们提供更多电？这是抱持一个问号。盖新的电厂可不可以？盖新的核电厂可不可以？可以，在这里1-2年之内肯定盖不好，你没盖个5年、8年，甚至10年，你盖不起来这个电厂。为什么？因为环评，这个美国它很特色就是他们盖一条高速公路可以盖10年。对不对？那你开个电厂，你盖个10年也很正常吧？你要跑整个行政流程嘛。但是川普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总统，他可不可以去减缓他整个审批的过程？可以，但是呢，再怎么慢再怎么该说怎么慢，再怎么快，你也得3-5年你才能够开始盖这个电厂开始运作就是在盖的过程还不是说盖好你至少3-5年的时间。那么你没有电，你 AI 肯定是没办法进行的，因为 AI 最需要就是电力，能源是它最重要的东西。而这个事情呢，川普把这个事情想得很好，跟我们刚刚国务卿想的一样，就说了，你想得很好，你封闭的思考里面，你完完全全是非常完美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马斯克这个他就讲是说，你不可能干到这个事情，因为你讲的这些 OpenAI 还是 Google 这些公司，他们哪来的5000亿可以给你投资呢？对不对？他们市值可能才多少钱？你要么投资5000亿，可能吗？这有问题的，你没有这么可能可以投资到这个5000亿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是说，你想得到，但是你做不到，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说你现在电你不是掌握在自己身上。然后这些厂，那么钱愿不愿意乐捐？我喊出来，我什么时候到账？比如说呢，假设了 A 公司说我要投资1000亿，分10年挹注进去，因为我要看你们的阶段性过程嘛，这个资本家都这样嘛，我要看你阶段性的成果。所以说呢，我这个1000亿，我分10年投进去，我每年投100亿，但是呢，你可能川普你4年之后你肯定不能连任，对不对？那4年之后再说吧，看看他们的过程。那第3年如果就不行，那我就停了，是不是？等你们稳定起来，你们的一个 proposal 之后，我再继续投资。那你这5000亿，你实际到账开始运作，你可能不到1000亿，那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对不对？能不能只有1000亿能不能做？可以，中国做，中国600万美金就做起来了 DeepSeek， 那你当然你做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说这样川普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有问题DeepSeek 给他的一个冲击就在于是说。很奇怪那如果是说之前人家说你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你都做不起这个类似 OpenAI 的东西 ，OpenAI 的自己的一个创办人他也说，你们不可能用1000亿，不可能用100亿或几亿元你就可以做到我这样的层面，那不可能的那你要花够多的钱，10亿到100亿，你才能够做到我这样子 OpenAI 的模组其他人是不可能的。但是 DeepSeek 只有600万600万美元就做出来了。那这个东西，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他先不管你们是不是像网络上所谈的，是说DeepSeek 是一个套壳公司我们台湾最多这种言论我也觉得蛮意思。美国人都相信 DeepSeek 是中国可以做出来的事情，大部分的言论都认为中国是可以做出这个人工智慧的。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太优秀了，都帮美国想好了这个 DeepSeek 就是一个套壳的，它就是盗用这个OpenAI 的模组。OpenAI 它不是 Open Source 呢，它是封闭式，你怎么盗用它呢？Open 这个想法我也觉得蛮逗的这个是蛮逗的。那你说他网络上搜寻来的学 OpenAI 的废话，谁不是这样你做鞋子的不是就一样做鞋子吗？是不是？就像套句师生讲的话，这个就像运动比赛一样，他跑步你也跑步，那你不能说人家模仿你跑步是不是？那不能这样讲。川普就会想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为什么我必须花这么多钱来投资 AI？所以是说这个 DeepSeek 他在震撼整个科技界的时候川普他就认为是说，美国企业是不是其实不需要这么多钱，我就可以打造类似像 DeepSeek 像 OpenAI 这么大那么好的 AI 的公司呢？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他可以这么想，但他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资本运行之下，你所有的花费都会变得更高昂这个不会是这样，因为你们的环境就是这样，你必须花极大的代价来去取得
别人可能一样的成果。那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能是说川普想的是错的，因为美国或是欧洲国家他们的学术环境非常好，所以是说他们在0到1的研发阶段绝对是举世无双。目前在近200-300年以来基本上是举世无双的，对不对？但是呢，华人亚洲人最厉害是什么？也包含印度人最厉害就是什么呢？从1到1万这个东西亚洲人就可以做得到。所以说这个研发美国是不是很行？绝对是很行。欧洲是不是很行？绝对很行因为他们工业革命在那边运行的嘛。工业革命为什么不是在大秦朝出来的？大秦朝它的工业革命就被刘邦给全部烧掉了，很正常。所以说中国没有延续的工业革命的火种，而是欧洲它用短时间把这个工业革命变成一个很大的熔炉这个每个人的时代跟角色不一样这个老师没有讲错这个我们的秦朝，秦始皇的秦朝，它是整个世界第一代的工业革命。我们有文书的历史里面可以说是很大的工业革命，很多科技是在秦朝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呢，在刘邦他统一了全国之后呢，这人的平均寿命从70岁变到40岁，你就知道刘邦多厉害把所有东西给毁掉，基本上他是一流的。回到主题就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 DeepSeek 的东西呢，你就变成是一个挑战，就是说中国如果可以花这么便宜的东西创造出这样的 AI， 如果美国需要花到甚至100倍的代价，我才能研发类似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你的先发者优势就会降得很低很低很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现在美国还包含台湾很多公部门都禁止使用 DeepSeek。我觉得这是好事，公部门嘛，你本来就是应该禁用外国的软体，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绝对是赞成的。因为公部门你在还没有了解 DeepSeek 这个东西之前，你使用它，你会有一些国安的疑虑这个没有错，台湾做这样也没有错，公部门不要使用 DeepSeek， 但是你在教育这方面，你一定要让学生大力使用。为什么？因为你的学生就是需要大量去了解全世界 AI 发展，你才能够研发出来这个学生他的创意力。你不能让他眼睛闭起来，然后让他去想说世界多美好，那不是幻想而已，那是没有屁用的事情。所以是说很多公司他们包含了一些公部门，还有一些公司开始封锁 DeepSeek 这个东西有他们的考量，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老师，为什么我们标题说 DeepSeek 远远比你想的更加可怕？意思就在于是什么呢？OpenAI 是美国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司，它可以研发出非常非常强大的 ChatGPT 还有他们的那个什么 D3、D3， 他们很好的绘图的一个平台，非常优秀，还包含他们所有的一些各种中小的 AI 公司都非常优秀。但是问题是成本不一样的状况之下，一旦你中国撕开一条口子，这口子就是说 DeepSeek 它可以用这么低廉的价格。你600万美元，相当于6742，才4200万人民币的代价，你就可以研发出已经可以跟 OpenAI 比肩的东西的状况之下，中国最厉害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内卷。你今天可以做出第一个 DeepSeek， 那我后面就已经备好1000个类似 DeepSeek 的公司在后面拼命了，因为你有前面的这个 DeepSeek， 而且你还是开源的 Open Source 的，让别人可以去开放性使用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已经有了这么强大的一个口子，而且你可以突破之后，别人只要踩着你的尸体往上爬，他就可以成功。这个事情在中国绝对可以做到。这个不要说中国这个台湾也是这样。台湾以前呢，在日本那个什么30-40年前了，30几年前了，从日本传过来那个宠物鸡一个游戏机，像鸡蛋一样，然后里面养只小鸡，电子鸡，对不对？你在日本设定里面你要每一天不帮它清大便，然后喂它吃饭，然后哄它睡觉。如果那个鸡被你养死了，那台机器就等于废了，因为它没办法复活。但是在台湾人玩起来，我也玩过电子鸡，那个时候那讲讲我就知道我年龄了。我就买个电子鸡，然后电子鸡那个时候养死了怎么样？后面按一下它又活了。日本人不让你活，台湾人让你活，包含了 BB 扣传呼机等等。日本就4个音乐，我们还变了32和弦。对不对？各种方法都可以去做，所以说我们只要有前面的案例，我们后面再去发展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快速，而且强大。从这里面，各位要去知道，要去懂得害怕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如果可以用这么少的资源，这么贫乏的晶片，这么低端的技术里面，不能算低端，算这么中端的技术，它不是尖端嘛？这么中端的技术，我就可以跟你做一样的高度，甚至超越你的模式。各位你要去知道，它DeepSeek最厉害，它是会深度思考，它会告诉你我怎么思考的。各位如果有兴趣去用看 DeepSeek，我今天没有截图出来，因为我刚才正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发现时间到了，我要开始直播，我没有截这些图。
所以说就发现了是说，哎，你这个事情就是可以用这么低的成本，这么还可以做出这种深度的思考。深度思考，他也告诉你，他说他机器怎么样去跟自己对话，说，我这个用户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说按照他的使用的语文还有受到的环境，他可能要问的这个是什么？但是你不能够忽略这个用户他问这个问题他的出发点在哪里。然后呢，他把他所有思考模式给你看之后，他再列出来他的解答模式，不一定对，好，但是呢，基本上你会发现他的一个自我的意识的形态会慢慢的开始出现。所以中国的未来的 AI 的人工智能呢，会是无比强大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那各位千万不要小看中国的人工智能。而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各位觉得可怕呢？因为当中国可以用这么少的资源来去做这么强大的一个语言模型的状况之下，而且它还可以做出各种专业的运算，比如说你在无论程序啊，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专业模式，你要去做。除了这个之外，各位去想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所有的区块链，你有可能在5年甚至10，应该算是保守一点，算10年之内，你所有的区块链资产可能都会归零。为什么？因为现在都是用运算力、用显卡去挖矿的。但是问题是，当中国可以用这么少的资源达到这么大的成果之后，我们要去想一件事情，它的量子运算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它很有这个发展的潜力了。因为我软体技术越来越成熟，那么现在量子虽然他们有那个9章的原型机，但是它没有软体可以使用。各位懂老师意思吗？9章它是有量子计算机，这个已经出来了，但是问题是没有软体可以运用它。如果你的自己的 AI 自己的运算语言模型都可以做这个样状况了，那么由 AI 去让自己研发出一个可以使用、可以应用在这些量子电脑所需要的一些 OS 它用的 OS 就是它的系统核心。是不是它有可能在5年或10年里面就做出来？一旦你的中央作业系统，而且它的一些基本软体一算出来，那么量子电脑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把世界上所有的区块链一次给你挖干净。那么区块链等于什么？一串代码，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存在，因为区块链本身就是无担保的数字货币，而这货币是人家给它的美称，它连货币都称不上它就是一串代码，没有意义的代码而已。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所有区块链都变成毫无意义，所以你在炒区块链的老师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哪一天中国突然推出一个量子计算机，而且还有软体了，那一瞬间所有的区块链都被挖完，都是很正常的，因为都对中国来讲，区块链交易是非法的。他把它做出来，瞬间给你挖完，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是展现他自己国力，他没有什么损失。但是持有区块链的，你等于归零高，什么都归零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为什么没有这个可能呢？过去老师我们看到，在4年前吧，那我们的鱿鱼游戏，这个韩剧鱿鱼游戏在开始的时候，有人就做一个鱿鱼币，对不对？鱿鱼币，它涨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它就关机跑了。就没有说没就没有了，直接给你清零，你所有东西都无效。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后面所带来的变化就是你整个科技环境都会有，这是 DeepSeek 一开始就让你整个科技环境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它影响的远远是超过你的想法。因为由 DeepSeek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了，它可以创造出一个驾驶人，然后驾驶人就是在长途货车上面的驾驶人，无人机它可不可以拿无人机是由这个 DeepSeek 机械去操控这无人机？你们说这个毫无意义啊？你干嘛多一道？当然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因为无人机它不可能有办法塔在这么高运算力的晶片在上面，然后去做攻击，你要带火炮，对不对？还有被人家窃用的风险。但如果你操作无人机的本身就是一个 AI， 由 AI 这个高反应系数的人，他减少他所有犯错的可能，而且他绝对是全神贯注，因为他没有疲劳的可言，你给他电就可以了。那么这一切事情由机器人去操控的无人机，是不是比你人类操控无人机还来得更有效率？各位懂老师的意思了吗？很多事情，包括连坦克驾驶员，他都不需要使用的是人类去驾驶，你甚至可能用机器人去驾驶，甚至你是远端操控它都有可能，因为机器人很难背叛。他给他什么指令就什么指令，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封闭的大模型，你要逃出他的眼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当然，人类总有一天会被 AI 毁灭。详情请参阅我们的推背图第44下、45下，好，那边就已经讲了AI 统治人类，好吗？很多人当年老师讲的，人家不信，我现在讲你回去看，你肯定相信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DeepSeek 当然有人就说他可能会窃取的美国智慧财产权啊，或者任何一切的事情，这个没有一定的说法啊。当然也有人是说，这个 DeepSeek 是从 OpenAI 里面的模型提炼知识。那请问一下，OpenAI 的知识从哪里来的？
那你是不是也是从网络上来的？所以你是从这些都大数据来的。所以你在科技科技的这条路上面呢、你去告诉我是说那个知识属于私有的，你这个基本上你是很难达成的一个事情，这是非常难的。而除了 DeepSeek 之外，现在像中国的抖音啊、TikTok， 那现在美国一直想要把它买回来，尤其是川普，他需要能够取得50%的股权，那他当然是比较主意是由马斯克或者是你在那个伊隆马斯克由他去取得他 X 的经营的经验，然后去入主到这个 TikTok， 或者是用亚马逊然后来去持有，那这个事情。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投降啊，这个东西它一定会释出这股份去给美国去持有，但是持有多少，会不会50%以上，这个是一个问号。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虽然中国的发言人他是说这个尊重企业私有的一些自有的意念，但是我不相信中国不会给他下指导棋啦，都一定是会的啦。凭什么我妈盖好的东西我要便宜卖给你？那没有这可能的事情。我现在市值本来就很高了，我不卖给你我不亏本，我卖给你我亏本，我干嘛呢？对不对？这个就有些问题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在美国的科技股啊，最近跌的是还蛮有特色的，就上上下下了。我们不能说一路往下，我们看纳斯达克它是有下了又上来，然后又稍微下一点，然后又上来。但这里面啊，当然那个什么英特尔的基辛格他说，哎，你太忧虑过度了，所以说呢，现在所有的纳斯达克啊，还有那些股票大跌的时候啊，比如说辉达大跌的时候啊，就应该抄底，为什么呢？这叫倒车接人，对不对？倒车接人，中国发明出来的语词啊，倒车接人啊，不是把你碾死呢，就是把你带偏哦，只要倒车接人的我都不信了，那都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发现的是说，有人觉得 DeepSeek 很优秀，有些人觉得 DeepSeek 是对美国有影响，有些人觉得 DeepSeek 是一个危机。那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知道，中国整个发展它的 AI 速度，未来肯定是比美国来的快，因为它有一个 AI 可以超过 OpenAI 之后，它后面由这个基底去研发出来的，由 AI 去研发 AI 的状况，由 AI 去修正 AI 的状况，那就变成非常的容易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要在研发 AI， 写一个 AI 模型。假设我是一个程序员，我把我写出来的模型，我拿去给 DeepSeek 去检查，我有没有写错了或哪里有改进的，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做出一个更优秀的 AI 语言模型或是 AI 的系统？这是可能的。各位不要忘记，老师上周有讲过，有一个美国的业余玩家，他要拿 OpenAI、ChatGPT 来去做一个武器的自动瞄准射击，这个事情难道 DeepSeek 不能做吗？对不对？一样的事情，它可以用 AI 研发 AI 的时候，那它发展出绝对很快。为什么？因为 DeepSeek 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语言模型，它不是封闭式的一个地方。当然，它没有办法像这个其他，比如包含豆包啊，或其他的一些语言模型啊，他们可以即时性去做的，Copilot 啊那些可以即时做的。那这个目前还不行。所以 DeepSeek 啊，现在包含了微软，还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厂商啊，都要急着跟他合作因为它的第一个开源，然后第二个呢，它的耗的资源比较少，那这个状况之下，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各位要去注意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个 DeepSeek 啊，对于这个7年来讲，它绝对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起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而这个时代不会只有一个起点，因为即将乱世之前啊，一定是会有一些很多的变化会出现。而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对 DeepSeek 有很多的疑虑，但是有一个国家没有，而那个国家叫做印度。印度啊，它这个国家并没有对 DeepSeek 有太大的敌意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印度人做什么事都慢半拍这个很正常，印度人做事都是慢半拍，对他自己利益的事情呢，他会快你好几拍，但是他觉得没有对自己有利益产生影响的事情呢，我慢慢来，我不着急，最好你来我印度设预算中心，这样我可以把你连人带货一起吃掉，对不对？开玩笑，印度就是我既要又要，什么都是我的，对不对？他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国家，什么都是我的，而且我拿到了我不会付你钱的。所以整体状况之下，包含美国跟世界我们就看到是说每个人对 DeepSeek 不一样，但是它对我们影响很大。而在第二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川普这个政府，他在这一次啊也做出了什么？做出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他已经宣告了这个美国有200万的联邦雇员你现在自由的自己愿意去退休的自愿去这边就退休，自愿离职的，那会给你8个月的不能说8个月的 N 的，没有 N+1就给你8个月就给8个月的遣散费。那这个事情能不能达成呢？我相信，还是会有这些员工是愿意的他们会有愿意是说我要愿意从这个地方离开，然后呢，让我可以得到8个月的遣散费，因为在未来你可能就是比较不好的待遇。
那这个事情呢，他是复制马斯克了。马斯克过去也发信给这些他的员工啊，就说你优离啊，就是我给你更好的条件，然后呢你自己离职吧，反正你在公司里没什么价值，你就自己离职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也开始准备去冻结联邦的补助款，然后包含了一些老人小孩的一些福利金啊，或者说看病的钱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本来这么想的，但是后来他可能觉得说这民怨过大了啊，百姓可能一开始就要造反了，因为他2年后还要再做一个期中选举嘛。所以说呢，白宫就喊卡了啊，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去做到。但是他200万的雇员，他现在在忧离之中啊，能不能达成这是另外一回事。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他一旦川普 2.0 之后啊，他们就开始要进入什么呢？进到一个关税大战。所以他们在2月4号开始啊，就包含了针对了加拿大25%、墨西哥25%、中国10%的关税壁垒要开始做进行了。那这个事情啊，就觉得他们第一个阶段就先从他们周围合作比较密切的国家开始下手。那我觉得这是很不理想的事情啊，因为你如果但凡学过一点那个世界的政治学啊，大家都是奉行的远交近攻啊，你要先把远方的做好，然后你才能够把你内部的问题先消灭掉。你不能先得罪身边的人，然后呢，你想说别人会去帮你，那个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唇亡而齿寒，你对中国就算了，你对墨西哥跟加拿大其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加拿大也反制了美国，也是寄出了对等的25%的关税。那当然，这个加拿大总理啊，杜鲁道也说，他针对15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啊，也要进行25%的关税。那他也是说，我只要做这个关税啊，包含你的美国的造车业，还有你们的一些日常所需的东西，因为加拿大盛产木材嘛，那你们自己的所有这些制品啊，民生需要用到的建材啊，你可能都会涨价。还有一些加拿大的一些农产品啊，也都会涨价。那这个东西啊，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呢？当然也是会。但川普他要就是先履行他自己的政见，但是呢，后面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慢慢修正。所以这个事情啊，从2月4号开始，那慢慢会对他们民生物资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整个发酵时间呢，大概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3个月半年嘛。说要半年就容易出事，原因在这里。所以他现在做的事情是比较疯狂的。而墨西哥也是认为是说，你这样你说我们是给你非法移工，或者我们是毒枭啊，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诽谤，是不是诽谤？这个我觉得我不能说了，因为毕竟墨西哥毒枭世界有名嘛，那它到底是不是诽谤我就不知道了。而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10%的关税啊，那陆的商务部啊做了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向 WTO 提告。问题就是呢，川普从来不鸟 WTO， 所以说你跟 WTO 提告呢，其实也是只是做个流程给世界看，就是说我即使受到这么大的不公平的，但是我还是愿意照着我这个国际制度规章去走，那我们一样去按照流程去跑。那实际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这10%关税最重要的还是在加注在美国的百姓身上。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加征这10%的关税，美国的中国类型的物价有相关牵扯到了，它就可能涨20%到30%。就是涨这么多，因为你关税涨了，那你这些人还要预备的是说，我后面订的货会不会涨得更高的关税？因为我去订国际贸易的东西，我不是今天订，明天就有什么24小时送达，没有这回事，也不是3天给你海运，没有，他送过来可能都是3个月、半年之后的一个事情。我今天下了订单，3个月、半年后的事情，你现在加征10%的关税，那么我是不是我未来也有可能加关税？那么我现在是不是至少要涨的30%，那我才能确保以后我进来的东西它不会再涨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有时候就是这样，预先给你涨上去，它会不会降下来呢？其实不大会。所以这个问题，人家说中国是老神在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影响，原因是在于是说涨关税，中国出口的订单可能会下降，但是美国支付的代价要提升，而中国订单可能会下降，不代表他们就可以在美国里面自己生产出来，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么高的状况之下，你中国的商品它不直接进入美国，它也可以去洗产地，不洗产地加10%、加20%、加30%，你没有的选择，你还是得买。所以说，美国政府好像他赚到钱了，他其实都是在吃百姓的钱，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也包含台湾川普也在点名台湾台湾你一直夺去了美国的这个晶片业，我也觉得很奇怪，你他妈你之前叫我们做的现在你在说我夺去了晶片业，那么你的脑子是不是老人痴呆了，对不对？但是他不管你可能有这个问题，说台湾以后可能在中美贸易中台贸易上面美台贸易上面我们可能会得到10%的一个这个关税。
所以说这个万人敌啊，这个美国正在做这个万人敌的状况之下，这艾斯摩尔就不一样了。艾斯摩尔觉得是说现在的状况啊，他不能再听美国的模式去做了，不然的话，面对 DeepSeek 来的挑战啊，以后他们如果自制的光刻机越来越成熟，那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吃屎去了，我们假赛啊，那不完蛋去了，对不对？不行啊，开玩笑。DeepSeek 出来之后，他们对于半导体的需求一定增加。我他妈是给他做设备去研发半导体的，然后你让他们自己做出来，那以后我这怎么样？我是哪里找饭吃啊？对不对？我卖100万美元的东西，我卖1亿美元的东西，中国自己做出来可能才500万美元，对不对？他只要5%的成本，我就可以做出来了。我利润到哪里去啊？我都没有吃翔啊，是不是？所以他们现在跑到中国去要去协调这个问题，因为各位要去知道。他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分公司啊，就是为了去维修，只是受制于美国，现在很多事情不能做，就说就会迫使中国现在必须要赶快加紧他们研发的过程，无论是 DUV 或是 EUV 都是一样，甚至有没有可能出来一个 ABC， 对不对？都出来一个新的把它都取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有自己的 DeepSeek AI。那么它以后其他 AI 一出来，由 AI 去研发设备，它的速度就不会太慢。各位要记得老师说的这句话。AI 它不是只是陪你聊天，也不是只处理你日常的问题，它的用途是在于是说，它可以想到你想不到的，而去预设到你预设不到的，甚至把你想出来的更加发扬光大。这个是 AI 最强大的地方。会用 AI 的人，无论你各行各业，无论是你是厨师，都可以叫他帮你想菜品，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去改进的。所以说 AI 最重要的问题是，它可以做研发。是不是？你有这个研发状况之下，你当然你的设备就有可能实现了几何式的成长，而不是只有是这个怎么类比型的慢慢上去，它可能几何式的去研发出来。所以为什么说中国它只要顶过这几年的房地产的这些后坐力，把它抵消之后，它发展一定很好，因为它的工业一定会再变成 3.0， 然后那个时候它成本降低很多，它的核电厂也盖得更多，包含他自己的水力发电、风力发电都给你盖出来，甚至太阳能发电，它早就去取代台湾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想跟他玩什么，你都玩不过，你都是玩不过的。这个很明白的告诉各位，世界的东西会在哪里？肯定是在中国。这不是我从中，也不要说我小粉红，人家已经有这个本事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别人，绝对没有办法，铁定、钢定、钻石定，除非你拿核弹砸他。你拿核弹砸他，那我拍拍手，恭喜你，最好全世界核弹都砸他，这样子我们世界所有的文明全部重洗牌一次，我们就在另外一个世界，我继续给各位开直播。这没办法嘛，除了这个方法之外，你没有办法。台湾迟早给他收回去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有这个核心的，他还怕你什么东西？你根本就抵不过他。当你还在怀疑他是不是套 OpenAI 的壳的时候，人家已经实现了，已经有自己的平台了。那很多事情会跟鸿蒙一样，你只要让它落实，你挡都挡不住，那是肯定的事情，好吗？好，看过有什么问题哈？世界冲上上签啊！中国对人民，所以股市中国对平民盖世，那个我没看到，我不敢跟各位讲哈。我看到我就跟各位讲，好吗？好，大家幸福哈，大家幸福哈。感谢 David 赞助我，感谢 David 赞助我。刚才有钱的朋友出钱，有力的出力哈，给他这个赞一下。中国的建设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啊。美国进行像商纣王时期得罪诸侯，有类似啊。其实商纣王没有得罪诸侯啦，商纣王得罪就九西伯侯，那其他的还好啦，没有得罪其他人。那其他人只是靠边站而已啊。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西伯侯他的祖上跟那个地心他们的祖上会有一些纠纷的，不然还好。加征10%，就对，光加征10%没有错，加征10%，我可能表示不是很清楚，是加征10%。他加征10%，他们已经接受了嘛？后面还有很多一个问题，好吗？台湾晚一年同意多一年发展哈，台湾同不同意它都会发展，好吧？台湾不同意它也发展，台湾同意它发展的也不会特别快，只是对他们百姓有交代而已。所以说今年其实，还是各位这边还是各位穿插一句话，跟各位借5分钟的时间。第一件事情就是各位的产物保险，无论你在台湾的北中南，或者你世界各地，请你的房屋的火险、地震险、台风险、水灾险，都要去把它买齐全，好不好？这个产险给你的只有你的经济填补，它不能够取代你所有的损失。好，你1000万的房子，它给你提供你赔你个600-700万可以了，但是你至少还有600-700万了，你不要说都没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你加做这个大火，对不对？过几个月就变大水啦，是不是？你是不是还需要水灾险？那当然，他要愿意卖你才有办法说。
银行啊，那就金融机构，它一定是雨天收伞的。你不要说我觉得有问题了，或者问题很逼近了，然后呢，我再去买保险。现在买有些地方还来得及买，台湾还来得及买，很多地方你现在买是买不到，比如美国加州附近那几个地方你是不好买的。所以说雨天收伞是很正常，因为他要照顾的东西就是长期跟他们往来的客户。比如说我保险买了10年、15年，我今天生一个病，他不会太刁难我，对不对？因为我是正常。但是我如果只有我刚买了不到1年，然后我就出歹疾，我就出事了，就出大险了，那他一定会调查我，是不是？这就是要照顾大群体的投保听众。银行雨天收伞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存户就是你其他的存钱的人，你不能为了补你一个客户的亏空，然后把其他存户的钱去填你吧，那也不行。所以银行一定要雨天收伞，保险一定是零事不赔。因为呢，你现在才找我去投保，一定有问题。但是我老师只能说，我讲了好几年了，你该买的保险你要去买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尤其包含今年年中，不要说是日本的漫画，老师也去年也给我讲过，那今年也很多的签诗也是说。年中容易出大问题啊，到底是因为会有统一之战，还是有世界的大难？我不知道。那我没这么厉害，我就是一个算命的，算个人命可以了。但是呢，这很多事情各位必须要去了解，好吗？好，那我们最后5分钟时间，我们再去讲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说现在在乌俄之战里面，还有那个以阿之战之间啊，其实。乌俄之战它如同我们之前所预测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泽连斯基下降，你只要晚1天的去谈判，那么你的领土就少1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因为普丁现在完全不鸟川普，因为他知道川普你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来，所以他一个人他就可以慢慢吃掉你整个乌克兰的领土。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是蒙古人去成吉思汗去西征花剌子模是一样的意思。你花剌子模，你晚一点整合，你就多吃一个城池，就这么简单。因为花剌子模莫克莫，他当时面对成吉思汗大军来的时候，他采取的不是全线抵抗，他采取的也不是去谈判，他采取的是什么呢？每个诸侯王啊，每一个可汗，就各自坚守你的城池，对不对？你这城池坚守，那成吉思汗来呢，他就怎么样？你守住城池，他进不去嘛，所以他马也不能飞天，那成吉思汗他一定会饿死。但实际上就是你把城池都守起来，成吉思汗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吃掉。花剌子模的几百万的一个国防就被他慢慢几万的吃掉，到最后摩科莫他也死在泽别一个叫泽别斯宽的一个里海的岛上啊，现在还被淹没了。那怎么办呢？到他儿子扎兰丁再起来可以中兴一下，那在之后就没了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你现在在乌克兰也是这个状况。你到各个战场去打都没有用，你现在要的就是直接投降。你投降还可以输一半，对不对？新规矩就是大傻哥说过的，投降输一半嘛，是不是？你投降只输了半壁江山，你不投降，对不起哦，你连最后的位置都没有，你自己命可能不保。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乌克兰已经跟我们预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包含了普丁说你要去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也根本就不跟你谈。现在是俄罗斯不跟你谈，不是他不谈，而是他不跟你谈，除非你要投降，不然没什么好谈的。我多拖1个月，我多1周，我多拖个半年，那我多吃掉好几份地方，连扎波罗热我都可以吃掉了。所以很多事情，你看乌克兰之战啊，现在只能看是一个垃圾时间。基本上那个俄罗斯算是大胜了，他建立起自己的金融体系，建立起了自己的那个石油跟天然气的运销管道，他自己建立起了新的一个外销渠道，包含了他以货去卖他的以货易货啊，就是我拿我石油天然气去换你的一些物资，这些事情都做出来了。那中国也得利，对不对？本来是在欧洲里面，他们俄罗斯人自古以来都比较亲欧，那现在欧洲撤出去了，那欧美的商业都撤出去了，那俄罗斯里面的很多中国商品，那就触发了什么呢？触发的是说，他们这一代人会慢慢改观对中国的一个友好程度。过去他们对于西方是比较向往的，比较友好的。但未来你在亚洲越来越友好，为什么？因为它商品上面写的是中文，是不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让中国跟俄罗斯越好，其实对欧美越不利。然后这个是一个两大强权跟两大强权之间的比较，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问题是在以色列一个什么？以色列在那个加沙走廊上面的战争啊，其实现在大家很多的消息都被封锁，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现在还是企图使用种族清洗的模式，要把那边所有有生的人类都把你处理掉，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是说，他就没办法去给他做更多的抵抗。那个时候他去屯垦，他去占有这个土地，就是比较少找一些抵抗。那这个事情啊，其实基本上在今年的年中开始啊，应该在4、5月开始啊，它会比较有更严峻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各位，请准备好你的现金，不要去扩张，
无论你的个人时运是不是很棒，老师还是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个年终到年底之间一定会发生世界性的大事，这个不要去挑战老师你没有赢的好处，因为你赢了顶多就是你就是有可能就1/5的机会赢了，你可能就是我事业发展还不错，但是呢4/5的机会就是你付出完完全全的无收获之外，你也把你自己的底给赔出去了。不要做大规模的投资，不要做大规模的扩张，你自己的钱存下来远比你投放市场来的好。投放市场你有可能赢，但是也有可能一夕之间血本无归。老师见太多了，股市跟赌场是一样的意思，它都是什么？都是恶鬼道在那边去争夺你要的一些已有的资源，那就都是一场空。你所赢来的钱，基本上到最后领回来了，基本上也都会变成一场空。不要跟老师说不会看谁赚很多钱不是很好吗？人家是用资本家去炒，你是资本家吗？你是那些股市的作手吗？你是大金主吗？不是啊，你就是一个散户，你就是一个个体户。你跟我说你想从股市赚钱，你赚钱别人就亏钱，那你是不是恶轨道？懂我意思吗？你赚钱代表有人亏钱，这就是恶轨道，就是我要去真实的有限的大饼，然后把它画得很大，一切都在你幻想里面。那不是只有修罗道，只要是赌场。只要是赌博的，它一定都是恶轨道的现实展现。你在恶轨道你能得到什么东西，到最后你都得吐出去。为什么？恶轨道一个很明显的状况，就是你吃进去的，你咽不到肚里，到最后你不是赔了你自己的家族后代，就是赔了你自己的贫病苦。这个老师也有玩，但是老师玩的很小，我是为了来拿我的钱去验证我自己的预测。我整个赚起来，我一年可能赚不到几千块美金，我玩的很长就是很小。但是各位，我希望你不要把它当成你致富的条件，你会在那边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了，看一下各位哈，无论同意不同意，中共治理模式对台湾没什么影响，差不多1国2制哈，这个没什么太大的影响。这就是你不要讲一些反政府的话。很多人就说DSEC 你不能讲到共产党，不能讲到习近平，不能讲到政治议题，废话，你这样的东西凭什么让你去此三道四啊？是不是？你的人生如果只有去骂政府的话，那这个不是民主，那叫做你痴迷。你看到一个工具说你就是不能讲习近平啊，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他就是不能讲习近平，但其他地方都比你强。你就除了骂习近平之外，你还有什么比他强的？没有嘛，对不对？不要只是把脑袋放在那个政治里面，那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做法。你不能骂政府，本来就应该。你骂政府干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可以批评政府，我们可以一些想法去改善政府，但是你光去恶意去骂人，那有什么毛用呢？那一点毛用都没有，好吧？不要只是用政治批评别人。AI 会教我们使用 AI 吗？会，你只要问 AI 去怎么使用它，它会告诉你怎么去使用的。AI 会让人口下降更厉害吗？会，这是一定会的。当人可以被 AI 服侍的更好的时候，人口一定是会下降的，好吗？战争结束后，俄罗斯的经济会很难，暂时经济难转型，这个你就可能不是很了解。俄罗斯的经济现在虽然不好看俄罗斯现在经济不好看，但是远比过去大家所认为的还要好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俄罗斯它现在已经进行转型了，它有自己的金融体系了。你说它有没有转型呢？它没有股市，它不会死啊，对不对？它不炒股不会死啊，它没外资，它不会死啊，它有武器，对不对？它有科技，它怕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说。俄罗斯它基本上未来是不败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打赢它的状况之下，也没有人可以制裁它的粮食跟能源状况之下，它是没事的，好吗？所以你这个就不要用意识形态去看它了，它肯定今天过得比昨天好，明天过得比今天好，俄罗斯会越来越好。所以学俄罗斯语也是一个方式，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它跟亚洲的合作会更加的紧密，它的 AI 也会受到一样的扶持，它会越来越好的，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借了10分钟的时间那最后老师还是祝各位我们初五迎财神，大家希望有老师的建议，希望你呢2025年给大家兴旺发达。那最后先提前预告一下老师在2月中的时候老师要去东北大陆东北，我要去出差1个月，去干嘛呢？不是干什么大事我去上课去学习。所以说呢，这过程之中不一定有空跟各位去见面，但是老师尽量安排到周6日吧那。基本上老师要去进修1个月的时间学习一下怎么拍视频这个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就去拜师学习，我就去学怎么拍好视频，对不对？我花了钱，是不是？我花了高价，我存了那么多钱，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我钱赚来，除了养老婆小孩之外，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我就是会不断的拜师，我不是去拜师，就是去拜师的路上。我这一辈子都会维持这个心态，我都会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所以说
2月中以后啊，你看老师的视频啊，老师可能不是在旅馆，就在东北给各位做直播，一定在东北跟大家做直播了。东北冷不冷？冷，但是我也很不想去。我现在想我就很焦虑了，我很怕冷，我皮肤那么黑，你就知道我适合热带国家，对不对？我就没办法接受到东北那个冷天气，但是为了学习，那我2月去学习，我来得及回来给各位做一些清明节的法会，还有我们端午的一些补财库，对不对？都需要老师为大家服务。那我要趁我还能有时间的时候，大家比较闲的时候，我还可以去学习。学习回来了，那我希望给各位更好的一个作品，给各位更好的一些成果，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